晚上1点多了，小朋友发烧，妈妈非常的焦虑，甚至最后很生气的说，她一定要找主治医师。晚上1点多怎么去找主治医师呢？那时候我是小菜鸟，还不知道怎么办。结果病房门这时候打开了。一心一意造就你的美丽。各位东芬好，我是谢东仪医师，今天又来跟大家聊聊了。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，谢医师你应该30出吧？其实呢，我已经41岁了，我当外科医师呢，已经整整13年了。那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，这13年的外科生涯之前呢，其实我当过1年的儿科医师，就是拿着听诊器啊，这边听小朋友肚子啊，就是让叔叔听一下，那个是货真价实的儿科医师哦。你可能会觉得哇，这太扯了吧！儿科医师跟整形外科医师这个差距也太大了吧？对我个人来说，其实也没有那么大。在我医学生涯当学生的时候，一直在想说，其实我很喜欢小朋友，我也很喜欢手术。在学生时代，我就一直在犹豫，我到底要走儿科还是走外科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医学生涯的规划，跟怎么样去决定自己的志业，我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从医学院毕业之后呢，我们就先当兵。那当兵的时候，我也还在犹豫，我到底要走儿科还是走外科。结果当年的兵役呢，临时缩减了2个月，我忽然就来得及 apply 当届的住院医师。然后那时候马偕儿科居然还有名额，其实马偕儿科一直是一个很热门的科系，居然还有名额，我就去 apply 了。那也居然 apply 上了，所以我的职业生涯呢是从儿科开始的。其实马偕儿科一点都不轻松哦，我在那1年的工作里面呢，3天1班，然后值班的时候几乎都没有办法睡觉。我印象中我几乎没有睡超过半个小时过，就是说整个晚上几乎都在忙。那进去里面也才了解到，原来马偕儿科会这么享有盛名，其实是这些主治医师几乎是用奉献的精神去撑起来的。他们并没有学术上地位很厉害的教授啊，可是呢，他们这种奉献的精神呢，你完全能了解哇，为什么马偕儿科这么的棒。我举几个小例子哦，就像我一开始值班的时候，有一次晚上1点多了，遇到一个小朋友发烧，然后妈妈非常的焦虑。其实对我们来说小朋友住院发烧是一个非常常见的，就标配，我们其实觉得稀松平常的。可妈妈非常的焦虑，不管我怎么解释，她就是没有办法接受我的解释，甚至最后很生气的说，她一定要找主治医师。我那时候觉得有一点点为难，你需要什么帮忙，我可以尽量做。可是晚上1点多怎么去找主治医师呢？这太为难了。那时候我是小菜鸟，还不知道怎么办。结果病房门这时候打开了，主治医师居然进来查房了。晚上1点多，主治医师还在查房。各位知道，其实我们隔天6点多是还要有晨会的，所以这位医师呢，叫做许琼新医师，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个老师，非常棒的一个老师。他居然晚上1点多还在查房，他们就是用这种几乎整个生命都在医院里面照顾这个小孩，这种奉献的精神去撑起马偕儿科的生命的。其实许琼新医师呢，他是新生儿科的医师，他甚至呢照顾小朋友照顾到连过年的时候都没有再回家哦，就农历年啊、除夕啊，都还在医院，都是要自己的女儿打电话叫妈妈说要回来吃年夜饭，他才会离开医院。这样的伟大，我甚至后来我离开儿科回高一走外科了，那时候都有一种想法，说未来如果生小孩，如果小朋友是早产儿的话，我应该会举家迁来台北，让许医师能照顾我的早产儿小孩，是这种感觉的哦。那当然，哇，马偕儿科听起来很棒啊，然后又有很棒的老师啊，那为什么我还会离开呢？其实是这样的，在那1年里面呢，我隐约觉得我应该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儿科医师，可是我的能力似乎没有办法让我成为一个卓越的儿科医师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好像从小对于一些文字啊、一些记忆力就特别的差。就像英文字有一个叫 diarrhea， 它就是腹泻这一个字，各位可以想象，在儿科医师几乎他一天应该用个20-30次都不过分的一个英文单字，我居然记了快2个月，我才勉强记起来。就像现在要我去拼出那个字，我可能可以依稀的，就是医师喜欢字写的很潦草嘛，这样撇，我是撇得出来。可是真的要我很明确把每个字母打出来，我可能现在我还不确定我能不能做得到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记不太住这些字。所以后来1年后，我还是决定，或许我对于外科手术更擅长，所以我毅然决然离开了马偕儿科，回到我的高一母校，重新从外科医师开始。这是我第一次很大的一个转变。那到了高一
外科之后，故事就是各位知道了。从那时候到现在13年的外科医师生涯，其实是开心的，觉得这件事情是我擅长的，我做得很好，然后别人也认同我，我就有更多的工作机会，一直在一个正向循环里面。所以我想要给各位学弟妹分享的是，或许在选择你人生的志业的时候，有很多考量，包含现实啊各方面。可是我会期待你可以试着把你擅长这件事情，把它摆得相对前面一点，因为只有你擅长了，你才能喜欢这个工作，你喜欢的这个工作就会有正向循环，会让你在这里得到更多的成就感，也做得更好。当然，在选择的时候都很难选择，就像有些人会觉得说，哇，你当兵很好啊，正好利用这当兵1、2年的时间想一想，自己要走什么科。哦，我告诉你，想没有用，当兵1、2年，你怎么想都没有用，再怎么想，还不如真的去走了。走了你去踹，就像我走了儿科以后，发现，其实我的能力似乎没有办法做得很好，那就换啊，换了科，我是不是又重新来了？我来告诉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的同事们就是没有换科的，之后呢，当30年的主治医师，我换了科别，我当了29年的主治医师，对于整个职业生涯里面有差吗？而且我相信我这29年来是非常有成就感的。我一直觉得我做的是一个对的选择，好，所以这是我想要分享给各位学弟妹，你就去try吧，去走吧，去努力的把那一件事情做好，你就会知道你适不适合了。那如果不适合，我觉得在职业生涯的早期，其实就换啊，没有关系啊，这是一个一生的志业，不用再拘泥前面这1、2年的时间，我觉得都很值得寻找属于你擅长你的一辈子的一个职业。当然，我到高医外科以后，也常常被笑说，谢医师，我觉得你不太像外科医师。没有错，我没有像外科医师那么开朗的个性，我也不是一个快刀手，的确没有那么像典型的外科医师。不过有一些特质，就像我们比较温和，而且我们手术虽然不快，可是非常细腻，好像也蛮适合整形外科的。那我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为什么选择整形外科好了。其实有2个原因哦。第一个原因呢，其实我很害怕我的病人死掉。外科啊，的确是在救命，一定会经历这些生老病死。当然，我们都会尽全力去阻止这个事情，可是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按照我们的想法在做。所以这是一个医师的职业生涯是一定会遇到的事情。其实我很害怕这个，所以整形外科反而它是一个帮忙其他科别的，可是它处理的是一些血管啊、外伤啊，一些更细腻的东西。老实说，它的 patient 比较不容易死亡，所以这是我走整形外科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其实整形外科是一个创意科。为什么它是一个创意科？就像心脏外科好了，心脏外科它很像是一个飞机飞上去天空，它有所有的流程都要 check， 都要按部就班，完全不能乱跳。如果我中间少了一个步骤，或者把步骤顺序搞反了，然后病人死亡了，这就是我医师的责任，这就是心脏外科的严谨。可是整形外科不是，它是一个创意科，只要掌握了基本的原则，你愿意多想、多思考，你理解更多，其实你就可以用你的创意做得比别的医师更好。所以这是我走整形外科一个主要的理由。虽然之前有跟各位分享过，我1年花了200万在世界各国学习，可是实际上我们也发展了一些自己的方法，就像有一些缝合技术啊、鼻模拟啊，或者是嘴唇啊、嘴角，其实我们都有自己的方法。这也是整形外科它有趣的地方，掌握了原则，其实你会有很多自己创意跟自己能力发展的空间。其实这种整形外科特别适合我这种土炮的个性。什么叫土炮呢？就是什么都自己来，然后自己try，做一些有的没的事情。就像自学 Photoshop， 以前学生时代，甚至学到有那种设计公司写信来问我说要不要去他们那边工作的。后来当然也发展了一些手术的技术嘛，还有其实我们也自己搞了一些行销。在医院当主治医师的时候，就自己试着写文章啊，然后试着弄个粉专啊，试着丢丢看广告啊，这些什么东西都自己玩踹看。有一个学弟说，学长，我看你这几年好像都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，你要做什么事情，所以你一直在收集这些能力，然后就一直线的达到这个目标。我说学弟错了，其实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走，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。其实我觉得更像是逃狱一样，我在一个监狱里面，我只知道我想要逃出去，我想要成功，可是其实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样逃出去。那我能做的是什么呢？我手边可能有一个小锤子，那我就开始敲监狱里面的砖头，敲，敲到某一天忽然敲到一个
扣扣，一个空心的砖头，我就知道我赶快可以往这边挖，然后我们就继续敲，所以我们就是一直踹，一直踹，一直踹，总是可以踹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路，我们总有一天可以逃出这个监狱。重点就是要一直踹，不要停。其实就像我们当初 YouTube， 如果各位回去看以前1年前的 YouTube 频道，各位会发现，其实我是刚开始在废墟里面录音的。其实那时候很多人都建议我不要这么做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很没有质感，不太像是一个医师做的事情。我就那时候跟演员小编说，我们就踹吧，没有关系。如果我们这一条路都是别人告诉我什么不要做，我们其实就真的不做的话，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里。所以有时候是自己去决定这一个事情，我们去评估最严重的时候，这后果我们能不能承担？如果可以承担的话，那为什么不去踹呢？这大概是我的想法。以上就是我想跟各位学弟妹分享的事情。那如果自己在自己医学生涯上有什么困惑啊，或者是遇到什么事情想要跟我分享的，或想要跟我聊聊的，留言区见咯。如果喜欢今天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以及订阅我们的IG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咯，拜拜。